我的员工们都很惨，他们每周都要休6天，多上1天就得拿3倍加班费，节假日也必须休息，否则不止5薪，还调休翻倍，连5险1金都被我改成7险3金。员工们叫苦连天，不惜用加班来对抗我。我果断按人均500的标准提供自助晚餐，把他们气得泪流不止。直到一位实习生的到来，这一切终于迎来了转变。我开了个50多人的小公司，创业4年，我一直都是员工嘴里的好老板。为了体恤员工，我不仅各项福利拉满，更是给他们提供人均500的自助晚餐。最近临近购物节，我们承接了一个1000万的大订单，所有员工都自觉上阵，连我这个老板也不例外。结果晚上吃饭时，就听见一道嫌弃的声音：这什么呀？大晚上的牛排生蚝这么高热量，老板真舍得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只见一个20几岁的女孩正对着餐品拍照，这是新来的实习生柳如烟，她嘴上说着嫌弃，眼里却亮闪闪的。一旁的助理白宁冰笑着说：你还晚上减肥，看来咱们得多上点蔬菜沙拉了。我点点头，让她安排后续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，没想到2天后，朋友萧炎和韩丽突然给我打电话：程峰，可以啊，你们公司火了。我一头雾水，订单还没完成呢，火什么？你们公司员工餐标准那么高，还被人吐槽，我看你就是惯着他们。你快上网看看，都传疯了。闻言，我赶紧上网查，才发现有人把公司的员工餐拍下来，吐槽我这个老板 PUA 员工，全是形式主义，加班累得要死，我只想拿钱。与其给我500的餐标，不如直接给我500块现金来的痛快。再说了，晚上哪能吃这么多重盐重油的？国家都在鼓励减肥，黑心老板却这么坑我们，净搞这些没用的，还不如给我们500块钱呢。资本家的 PUA 本事是越来越高了，大晚上的高油高盐高热量，把我们的嘴堵上了，就不抱怨加班了。我看了眼帖子里的照片，明明出餐时都是精致摆盘，他偏偏挑了大家吃完后的边角料来拍，这分明是故意抹黑我。再看评论区，居然有1多半人支持他。我立刻打电话让白宁冰查清楚到底是谁，同时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年轻的脸。很快白宁冰查出来了，就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生柳如烟。老板已经让他删帖了，他说就是随口吐槽，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议论，说自己知道错了。白宁冰说着，柳如烟跟在他身后撅着嘴小声嘀咕：说的也没错。白宁冰听见后立刻喝道：你只能代表你自己，其他人都没意见。谁说的？他们都赞同。闻言我有些好奇，他们还有谁啊？自从我发出这个通知之后，大伙为了省钱都自觉加班，吃不完的还会打包带回家，1个月下来能省不少生活费。现在居然跟我说他们都赞同，我看着柳如烟追问：说说看，都有谁赞同你？大家都这么说，还不如把钱给我们，把500块钱的餐标变成500块钱的现金，这样皆大欢喜。我抬头看向周围的员工，问：你们也是这么想的？众人看看柳如烟，又看看我的脸色，其中一个人壮着胆子说：是啊，老板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，我觉得还是给钱比较好。晚上我吃的不多，这些菜拿回去，第2天再热热就是剩菜了，吃剩菜对健康也不好。我上个月体检尿酸都高了。我沉吟片刻，开口说：是我疏忽了，等会开个会，咱们调整一下。听见这话，众人都松了口气，柳如烟更是得意的昂起了头。看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心里忍不住冷笑，我搞500块的餐标补助，可不是我欠你们的，这是另外的福利。既然你们嫌不健康，那就干脆撤了吧。不过这事还得跟中层管理商量。我把几个管事的叫过来开了个会。网上的事你们是怎么看的？几人对视一眼，纷纷说：老板，这孩子会不会有些毛病？我们组的人可都说过挺好的。我们组的人也没有意见。可是今天就是你们组的人带头说不吃的。我不想再被他们这样算计，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把调研问卷发下去，让员工们填写，别到时候我换了又来找别的麻烦，众口难调啊。随后我示意白宁冰可以发下去了，紧接着又补充道：如果你们一致同意不要自助餐，嫌弃太不健康，我就给他们来点健康的。众人点点头，白宁冰却在一旁提醒：老板，这么做恐怕有些员工也不会满意吧？管他们呢，这是我说了算，我是老板，他们要是不愿意，让他们亲自来找我。另外告诉采购，羊排、牛排、猪肉这些全停了，多买蔬菜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我本以为调整一下就能平息这事，没想到柳如烟居然又把这事发到了网上，还写道：今天老板说了要进行调整，资本家就是厉害，不过也是害怕员工们跟他唱反调，所以愿意整改，给我们发下问卷调查，00后整顿职场，从我开始。结果点开照片，我发现他竟然还把我们公司的计划方案垫在底下，一同拍了进去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行字，但也足以让人定位到我们公司，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猜测。这是不是那家专做女装的，叫什么麻布女装？他们家衣服我常买，没想到老板居然是这样的。他的产品再好，也改变不了老板是资本家的事实。我觉得挺好的，500的标准哎，是不是你们太过了？人不能既要又要，看看我们公司，老板就会给你画大饼，按500的餐标，
就连15块钱的打车费都不报销。小姐姐，你该偷着乐。可柳如烟却回复：真可怜，被 PUA 了还帮老板说话。要我说，你们就该勇敢反对，别被这些无良商人牵着鼻子走。就因为这句话，柳如烟被网友封为网络战士，00后整顿职场第一人。她得意洋洋，甚至还把帖子转发到公司大群。有同事提醒她：柳如烟，你收敛点，老板也在群里。她却不以为然。这有什么？咱们老板不是发了问卷调查吗？说明他是一个愿意倾听民生的老板。怕什么？有什么话就说，大不了换一家。柳如烟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在群里说这些话，招她进来的人事经理私下跟我道歉。老板，真是对不住，这孩子就是不懂事，您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不计较，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。500的餐标确实太高了，晚上吃的太好，就算是蔬菜也不行，打包回去的剩菜更不健康，让采购把食材都撤了，厨房也取消了。闻言，人事经理有些吃惊。那以后加班怎么办？安排轻食就好。他松了一口气。还是老板厉害，体恤下属。我笑而不语，哪里是我厉害，还不是他们贪得无厌。这时柳如烟见我在群里没说话，居然还艾特我。老板，公司火了，大家都知道你是麻布女装的老板。哎，他甩过来一个链接，我点开一看，差点气笑。评论区都是骂我的，可我们是做女装的，有时候爆款起来了就是比速度，不加班不行啊。但是我知道解释再多都没用。很快调查问卷收了上来，白宁斌整理后告诉我，大部分员工觉得晚餐太油腻，不利于健康，还有一部分表示无所谓。看到这个结果，我笑了，当即发了2条公告。鉴于之前加班提供的自助餐菜品油腻，导致部分同事身体受影响，经公司管理层开会研究决定，自即日起加班餐改为轻食，望周知。另外，公司将组织员工体检，请所有员工明天上午9点到达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。公告刚发出去，柳如烟立马在群里发了开心和放烟花的表情包，我也没有客气，直接把她捧了上去。大家都要向柳如烟学习，有意见就提，公司会酌情考虑。至于同不同意，还不是我说的算。柳如烟更是第一时间把公司公告截图发到了社交平台，配文Fighting 赢了，00后是认真的。这条底下全部都是网友支持，也有人劝他不要作死，他不为所动。我乐得看他缺心眼的样子。当晚照例加班，白宁斌按照我的吩咐把加班餐摆好了。可员工们一进餐厅，看见原本摆满几十种菜品，餐桌空空如也，全都傻眼了。我们的晚饭呢？不是吧，今晚没准备吃的。老板，说好的轻食呢？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我走在队伍的尾巴上，对着他们咧嘴一笑。冰箱里头呢，超级健康，轻食哦。我轻弹手指，白宁斌立刻奔向角落的双开门冰箱，猛地一拉。他们一瞧见里面排列的井然有序的晚餐，全都傻眼了。这是酸奶？不是吧，这玩意儿能当晚餐？放心，还有别的。他们这才松了口气。我随即走过去，递给他们一杯酸奶和旁边的麦片。看，这才是健康大道，酸奶配麦片，保证不长肉，也不会让尿酸飙升。怎么样，够健康了吧？员工们一听这话，立刻炸了锅。开什么玩笑，老板你逗我们玩呢？老板，晚上吃这玩意儿哪能填饱肚子？老板别闹了，自助餐才给力。我耸了耸肩，这不是你们要求的吗？要绝对健康。你们不是说我准备的自助餐太油腻，尿酸都吃高了？调查问卷上也说希望公司提供健康轻食吗？这可是最健康最轻食的，还是网红大牌。柳如烟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可是最健康最轻食的，还是网红大牌。柳如烟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直接点名柳如烟，她一下子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会突然问她，一时语塞。几秒后，她才回过神来。可是老板，你应该把500块折现给我们啊！现金？这可不在劳动法里头啊，合同里也没写我要折现500块的餐补，连提供餐食都没写。公司给了你们加班费，还额外给了吃的，你们不感激就算了，现在还道德绑架，我要钱。以后这些就当你们的加班餐补，不同意的话，你们也可以选择回家吃。说完，我拿着酸奶和麦片向他们挥挥手，转身离开。他们看着我的背影都愣住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老板这是生气了。怎么办？我不会被开除吧？他敢！柳如烟一脸不屑，认为有他的威慑在，我不可能敢那么做。现在只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。于是他仿佛人间清醒般，带着看破真相的语气开口：大家别上当，这黑心资本家故意的，目的就是想让我们屈服。潜台词就是谁让我们一开始就跟他对着干，他这么做就是想测试我们的服从性。我们要是妥协了，以后什么福利都没了。大家也都回过神来，气得不行。大家也都回过神来，气得不行。不能让他得逞。对，不能妥协。柳如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，信心满满。大家放心，我这就曝光这无良老板，他肯定会害怕的。他掏出手机就拍照，迅速在网上发帖。黑心老板服从性测试，看我如何应对。他对着冰箱里的酸奶和麦片拍照，不小心拍到了外面办公区的样品，那是我们公司的爆款。柳如烟一脸兴奋，
我以为黑心老板怕了，没想到他更坏了，居然拿这些来敷衍我们，这就是所谓的轻食。视频里放大的酸奶和麦片孤零零地躺在冰箱里，显得往日堆满的餐桌格外冷清。视频一发，网友就开始讽刺他：啊，这老板是动物了！我说就是惯的，好的东西不吃，非得挑三拣四。现在好了吧，啥都没了。老板干得漂亮，这不是请员工，这是请祖宗吗？挑三拣四的，有的是就行了。现在挑到最后啥也没了，你知道错了，还拍照呢，小心被炒了。我比较担心博主的精神状态，看他这样，恐怕要疯了。他疯不疯我不知道，但他同事肯定恨死他了。本来满汉全席的菜品全没了，现在换成了酸奶麦片，我简直要笑喷了。我比较担心博主的精神状态，看他这样，恐怕要疯了。他疯不疯我不知道，但他同事肯定恨死他了。本来满汉全席的菜品全没了，现在换成了酸奶麦片，我简直要笑喷了。就像你加班一天回到家，想吃热乎的，你老婆递给你一杯酸奶，说：“亲爱的，晚上吃荤的不好，你就吃点健康的。”神他妈健康，这玩意儿只能当饭后甜品。看到网友的群嘲，柳如烟气急败坏，公司同事们也都埋怨地看着他。柳如烟，这就是你说的老板会低头？别说老板了，连网友都没支持你，早知道就不听你的啦。妈的，累了半天了，还要自己掏钱买吃的。柳如烟，你得把那500块给我们。柳如烟愣住了，凭什么让我给？其他人围上来，不都是你说的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老板怎么可能撤了自助餐？就是我女儿跟我说公司牛排好吃，让我晚上给她带一份，这大晚上的我是哪带？真害人精，我们的晚饭没了，这事必须你负责。一群人围着柳如烟，柳如烟气急。那不都是你们自己同意的吗？调查问卷也是你们填的，现在都怪我一个实习生，还能左右公司的安排吗？你们太过分了！说完，他便拨开人群，拿着包哭着走。我在监控里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冷笑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是时候给他们一点教训了。柳如烟的视频没删，反而在网上诉苦。家人们，我被职场霸凌了，同事都怪我多管闲事，可是一开始他们都帮我的。他开始哭诉自己被霸凌，引来网友看热闹。小姑娘，你被你们老板算计了。果然还是太年轻，你老板只用一招就把你给秒杀了，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你这是明显被解决了。笑死，酸奶麦片确实轻食，还是大牌子。这餐标10块钱封顶，简直滑铁卢啊！柳如烟越发确定，是我故意让她难看的。家人们放心好了，我肯定会抗争到底的。整顿职场我是认真的，无良老板一天不改，我就一天不退缩。网友们见他如此，也都纷纷议论起来。一时间，老板反击00后的词条瞬间上了热搜。朋友韩丽给我发来信息的时候，我正在庆祝。哈哈哈，不花1分钱就拿到了流量，现在我的女装店更加红火了。我的店销量一直都很稳定，现在柳如烟把我往上推，浏览量跟成交量蹭蹭上涨。见状我就更高兴了，韩丽他们简直羡慕不已。我说你小子可真是有福气，上哪找的这种天真的小丫头？这泼天的流量主动给你送。我得意笑笑，没办法，谁叫他想整顿职场呢？我一步一步把他给拉进来，看着他一点一点按照我设计的路线去走。柳如烟笃定自己就是职场的救世主，他是圣母。面对那些躲躲闪闪的同僚，他毫不畏惧的勇敢面对，结果成了出头鸟。我就是要拿他开刀的。当我第2天踏入公司，就瞧见柳如烟在门口踱步。一见我来了，他立刻迎上前，递给我一张纸。我匆匆一瞥，不禁瞪大了眼睛。餐补折现申请。对，老板，我们想把餐补换成现金，我们一致决定降到500就行。您是老板，再牛的企业也得靠员工来帮您做事。如果我们集体罢工，您的订单完不成，也得赔一大笔钱。我希望老板能答应。他哪来的胆量？我四处张望，看着来自4面8方的目光，他们也都在期待地看着我。我不由自主地笑了，然后掏出手机拨电话。你好，我怀疑我们公司实习生柳如烟泄露了公司机密。柳如烟立刻愣住了。你好，我怀疑我们公司实习生柳如烟泄露了公司机密。柳如烟立刻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泄密？怎么可能？白宁斌好心的提醒他，你第1次拍照已经拍到了我们公司的策划方案，第2次拍视频还拍到了公司的打版服装，已经有很多厂家抄袭。听到这话他愣住。可我不是故意的，老板你这是陷害，他们都是你的员工。他转过身来对着大家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今天陷害我，明天就能陷害你们，大家别上当。我严厉地说。
不想干的可以走人，外包公司有的是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失业的人多的是，加班费我已经给足了。至于额外的，别说是500的现金了，15块钱现金我都不会给。要干就干，不干就滚。我一声令下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这也是我创业4年来第一次对他们这么严厉。不想干的，现在就去财务结工资。我就是倾家荡产，也不会再给你们1分钱的赔偿。如果你们被这个傻瓜牵着鼻子走，你们就跟他一起进去。柳如烟尖叫起来：“你就是个混蛋！”对，我是混蛋。没有哪个老板是慈善家，来到我的公司就得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你试试。你再问问其他老板，有几个能有我这样的待遇？不听我的，你试试。你再问问其他老板，有几个能有我这样的待遇？四周一片寂静，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几家公司能有我们这样的待遇，加班费给的足足的。节假日如果来上班3倍工资，之前的500块钱的餐标，也让他们明白我这边是可遇不可求。而这一切都怪柳如烟。此时大家看着他，都不由得怨声载道。柳如烟，你一个人在这跟老板对着干就算了，平白无故的把我们的福利都给降低了，你应该负全部责任。真没想到小小年纪心机这么深，竟然还拍下了咱们公司的策划方案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，要是因为你耽误了销量怎么办？警察还没有来之前，众人就对柳如烟展开了口诛笔伐。他顿时愣住了。你们一开始不也是同意的吗？我们一开始同意，那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当真了？谁让你拍照发到网上的？柳如烟气坏了。是你们自己蠢，谁让你们都写健康饮食的？健康饮食有错吗？有荤有素有肉有菜，你不满足，是你把我们带进了沟里，你得负全责。邪门了，这段时间莫名其妙就跟着你走，怕不是你给我们下蛊了吧？我女儿昨天晚上还怪我没有带牛排回去，都是你，打死你这小贱人！柳如烟猝不及防被一个大姐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顿时哭了出来。四周没有一个人帮他，而此时警察也过来了，看见这里面乱糟糟的，了解事情经过之后，即刻就将柳如烟带走。这次他也没有机会再去拍照了，但还是有员工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。配文：大快人心，搅屎棍害群之马老鼠屎被带走了，涉嫌泄露公司机密。网友们见状顿时惊呆了，纷纷跟帖留言。我就说这小丫头哪能玩得过老板？话说回来，老板做的其实也没什么，都是这小丫头太过分。如果我是老板，早在第一天跟我叫嚣的时候，我就让他滚蛋了，还能让他在这里耀武扬威。我的口碑开始反转，我也不明白这柳如烟究竟是怎么想的。临走之前还叫嚣说会还回来，他不知道泄密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直到进了警局，警察给他做了一些科普，他才明白后果。柳如烟哭着喊着要我原谅，并且还要赔偿我的损失，说是可以写检讨。检讨？谁他妈乐意要检讨？我要的是他的赔偿。公司这边员工们被我震慑之后，谁也不再说什么参标补现金的事情了。公司这边员工们被我震慑之后，谁也不再说什么参标补现金的事情了。至于酸奶和麦片，他们都不乐意吃。但是后来白宁冰告诉我，冰箱里的酸奶一扫而空，麦片也被拿光了。我摇摇头，这就是人性。其实我并不想把他们踩在脚底，我是做生意的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板，我可以把员工当朋友，但事实证明还是不能。这件事在网上愈演愈烈，柳如烟被抓进去之后彻底慌了，他找了律师要跟我认错。我直言，认错可以，但是给我公司造成损失，必须得偿还。柳如烟哭了出来。据律师说，他跪在地上求我高抬贵手。我不是没有想过饶了他，但鉴于他最喜欢在网上写小作文，我也不敢轻易原谅。谁知道他会不会把我写进去，塑造成一个无良的黑心男人。我已经上过1次当了，绝对不会上第2次。于是我只告诉他，被抄袭的损失由他来付，得有上百万。柳如烟一下子就哭了出来，说他赔不起，这辈子也赔不起。不是说要整理整顿职场吗？那就整顿好了。柳如烟终于自食恶果，我本以为事情终于到此为止。柳如烟终于自食恶果，我本以为事情终于到此为止。但柳如烟被警方带走调查后的第3天，她的父母找上了门来。这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新季度的销售数据，白宁冰敲门进来，神色有些紧张。老板，柳如烟的父母来了，在楼下前台闹着要见你。我头也不抬，让他们去会议室等我，通知法务部李总监也过来。他们已经闯进来了。他话音未落，办公室的门就被砰的一声推开，一个50岁上下，穿着花衬衫配金链子的中年男人大步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一个烫着卷发、满脸怒容的中年妇女。两人身后，前台小姑娘慌张地追进来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拦不住他们。你就是程峰，我女儿在你这里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你倒是做得挺稳当啊。说话的是柳如烟的父亲柳国强，而他母亲陈美娟已经红了眼眶，直接冲到我办公桌前。我女儿才22岁，你们凭什么报警抓她？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缓缓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对前台小姑娘点点头。
你先出去吧。宁斌，去泡2杯茶，请2位到会议室。不必了，就在这说，我女儿的事情今天必须解决。我站起身，身高优势让我瞬间在气势上压过了柳国强。我站起身，身高优势让我瞬间在气势上压过了柳国强。刘先生、陈女士，我理解你们作为父母的心情，但柳如烟涉嫌侵犯商业秘密，这是刑事案件，不是我私人能决定的。什么商业秘密？我女儿就是发了几张照片，你们公司那些破衣服满大街都是，算什么秘密？我眼神冷了下来。白助理，把投影仪打开。白宁斌迅速操作，会议室一侧的幕布降下。我按动遥控器，出示了我收集的证据以及一份专业审计公司出具的评估，因商业机密泄露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200万元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。柳国强脸色变了变，但嘴上依然强硬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女儿不懂事，你们就不能教育，非要报警？你们这是要把孩子的前途毁掉？刘先生，如果只是不懂事，我不会报警，但他是在明知故犯。第一次拍照后，我们已经警告过他，他也承诺删除，结果呢，他变本加厉。第2次拍得更仔细，还煽动网友攻击公司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你就不能宽容一点？我们赔钱还不行吗？赔钱可以啊，审计报告上200万是直接损失，如果你们愿意赔偿，我可以考虑出具谅解书。200万？你抢钱啊？几张破照片值200万？不值吗？那您觉得一个公司的商业机密值多少钱？要不这样，我把你们家建材店的客户名单、进货渠道、报价单全部公开，您觉得您会损失多少？你这是威胁？我只是打个比方，法律不是儿戏。柳如烟已经成年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负责？负什么责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撤诉，不然我就去媒体曝光你，说你压榨员工，欺负小姑娘，我还要去劳动局告你。柳国强也掏出手机，开始录像。大家看看啊，这就是麻布女装的老板，欺负00后员工，现在还要敲诈我们200万，黑心资本家。白宁斌想要上前阻止，我抬手示意他不用。拍吧，正好我也录个像。刘先生，您刚才说要敲诈我200万，这话可得说清楚，是你们要赔偿我200万，还是我要敲诈你们200万？柳国强一时语塞。就在这时，法务总监李律师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文件夹。老板，您要的对。我点点头，对柳氏夫妇说：“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务总监，关于柳如烟的案子以及你们刚才的言行，我想让专业人士给你们解释一下。”李律师推了推眼镜，语气专业而冷静。柳先生、陈女士，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，柳如烟小姐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，由于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50万元，属于造成重大损失，法定刑期在3年以下。如果后续评估损失超过250万元，就是造成特别严重后果，刑期在3年以上。陈美娟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柳国强赶紧扶住她，但自己的手也在发抖。另外，你们刚才的言行，包括威胁曝光公司、索要不正当利益，可能涉嫌敲诈勒索。我们没有敲诈，我们只是来协商的。这么，老板，他们刚才是否提出要求您撤诉，否则就曝光公司？还要求我赔偿50万精神损失费。明白了。如果你们坚持这是协商，那么请通过合法途径，比如聘请律师与我们沟通。但如果继续采取威胁、闹事等方式，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。会议室里陷入死寂。突然，柳国强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脸色更加难看，走到角落接听。电话那头传来柳如烟焦急的声音：“爸，你们见到那个黑心老板了吗？他怎么说？”女儿啊，事情有点麻烦，他们说你那个什么商业秘密罪可能要判3年。3年？他敢？爸，你别被他吓住了，他就是虚张声势。我告诉你，我手里还有更劲爆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之前偷偷拍了他们秋季全部新品的设计图，高清的。你告诉那个程峰，如果他不撤诉，我就把这些设计图全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能仿制，看他还怎么卖。女儿，这不太好吧？李律师刚才说这样罪会更重。爸，你懂什么？这叫谈判筹码。你就照我说的做，他肯定害怕。挂断电话，柳国强走回会议桌前，脸上的表情从慌张变成了自信。程老板，我刚才想了想，我女儿确实有错，但你们公司也有问题，加班那么多，福利说取消就取消，直接说条件，撤诉，给我女儿写个谅解书，再赔偿我们50万精神损失费，这事就算了。刘先生，您是不是搞反了？是你们该赔偿我200万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女儿手里还有你们秋季全部新品的完整设计图，你要是不想这些图明天就出现在各大服装批发市场，最好配合一点。
他掏出手机，找到柳如烟发来的照片，屏幕上清晰展示着4套还未上市的服装设计图，连面料细节、工艺要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，白宁冰倒吸一口凉气。老板，刘先生，您这是在实施敲诈勒索。少来这套！我就问你们，撤不撤诉？我盯着那些设计图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我缓缓开口：刘先生，您知道这些设计图泄露会给我们公司造成多大损失吗？我管你多大损失，你就说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，我现在就让我女儿发到网上。我垂下眼睛，死死抿住快要笑出声的嘴巴，强行愤怒道：你们这是要彻底毁了我的公司啊！那你就配合啊，我们也不想闹成这样，但你逼人太甚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就今天下午3点前，我要看到撤诉申请和谅解书，不然3点01分，这些图就会出现在网上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实在快憋不住了，只得背过身去。宁冰，先请2位去休息室。李律师，我们单独谈谈。柳国强两人对视一眼，神情满是兴奋，眼中闪过骄傲的光芒。待他们走后，我终于放声大笑，瞬间变了一副面孔。都录下来了吗？从他们进门开始，4个隐藏摄像头全角度录制，录音清晰。刚才的敲诈勒索过程证据确凿，特别是以公开设计图为威胁索要50万元的情节，已经构成犯罪既遂。报警吧。罪名：侵犯商业秘密罪、敲诈勒索罪。柳如烟在取保候审期间继续犯罪，教唆父母参与，情节恶劣。是。下午2点40分，休息室。柳国强等得不耐烦了，正想出去找人，休息室的门被推开，但不是程峰，而是6名身穿制服的警察。休息室的门被推开，但不是程峰，而是6名身穿制服的警察。柳国强、陈美娟，你们涉嫌敲诈勒索，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什么？你们搞错了，我们是来协商的。是不是协商？回去再说。一挥手，2名民警上前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竟然冲进了公司。她本来在公安局取保候审，听说父母来公司谈判，担心父母心软，竟然偷偷跑来了。爸妈，你们别怕，我来了，咱们一起跟这个黑心老板斗到底。一进门，他就愣住了，看到父母正被警察围着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抓错人了，该抓的是他，他压榨员工，非法加班，还威胁我们。你是柳如烟？对，我就是那个曝光黑心老板的00后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！这好，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，且在取保候审期间教唆他人敲诈勒索，一起回去接受调查了。什么敲诈勒索？我们是正当维权。我这时才缓缓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。我点开播放键，休息室里的监控录像开始播放。柳如烟脸色瞬间煞白。柳如烟，你父母刚才承认你手里有我们公司全部新品设计图，这些图是你偷拍的吧？你不仅自己犯罪，还教唆父母一起犯罪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勇敢还是愚蠢。我没有教唆，是他们自己要来的，图也是他们让我发的。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本来就是，我说了我自己能搞定，你们非要来添乱，现在好了，都被抓了。一家3口在警察面前互相指责，场面混乱不堪。最终，3人全部被戴上手铐带走。公司员工们聚集在办公区，透过玻璃墙看着这一幕，鸦雀无声。3个月后，柳如烟站在被告席上，仍然不服。我只是在整顿职场，他们公司本来就有问题，加班那么多，餐补说取消就取消。柳国强和陈美娟的辩护律师则极力将责任推给柳如烟，但一切都晚了。经过3个小时的庭审，法官当庭宣布柳如烟判刑7年，父母也每人1年，并赔偿经济损失380万。柳如烟腿一软，瘫倒在地。陈美娟当场晕厥，柳国强呆若木鸡。宣判结果出来后，我接受了媒体采访。程峰先生，很多人认为您对柳如烟的处罚过于严厉，您怎么看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如果因为他是年轻人，是整顿职场的网红，就从轻处罚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。商业社会有商业社会的规则，你可以批评公司，可以维权，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，以违法手段维权，那不是维权，是犯罪。采访播出后，舆论2极分化，但无论如何，案件已经成为经典案例。处理完这些事，我心里确实轻松了不少。公司的待遇一直这样，除了餐费标准有所变动，其他的都没变，员工们也不敢随便跟我提要求了。但我仍然不打算就此为止。我制定的策略都是和管理层商量过的，其他的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那些吃了我的、用了我的，还背后骂我的人，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？但这是我的公司，所以让他们去其他地方工作没问题吧？
抱着这一想法，再加上之前抱怨自助餐不好的人，在柳如烟加入后也陆续动了点小心思。他们有的辞职了，有的做不下去了，有的钻牛角尖，说我态度断。对这些人，我没办法一一解释，于是让他们另寻出路，想走就走，我不伺候了。等另一个哥们萧炎开公司时，找我帮他写方案，特别是写到福利待遇这块，萧炎还特意问我要不要准备食堂。这食堂卫生得保证，食材也得保证，还有一大堆麻烦事。我摇摇头，10块钱餐补随工资发放，还得扣税，让他们说去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他立刻明白，果然不能太心软了。过了5年，我的公司规模扩大了2倍，柳如烟也因为狱中表现良好，减刑出狱了。出狱的第一天就来到我的公司，看到原来的地方扩大了1倍，他气得不行。同事们加班准备吃饭的时候，柳如烟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。你们别吃他准备的东西，他就是个中山狼，他就是吸血吃肉的周扒皮，你们千万别被他骗了。大家看着柳如烟一脸惊讶，然后就让保安把他拖走了。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让他们吃自然是有我的道理。我收回了特权和福利，也是因为我不满。但柳如烟想打破这个平衡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之后他又多次来骚扰我们，最后还是走了，找不到工作，还因为经常整顿职场，被行业列入黑名单，在这座城市彻底没戏了。柳如烟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我们公司10周年庆典上，我办得很隆重，还邀请了很多业内大佬，餐品也很丰盛。我看到了柳如烟，她在餐厅做清洁工，看到端上来的鱼翅燕窝，眼睛都红了。我知道她嫉妒也羡慕，但没办法，谁叫她自己喜欢做呢？正经上班的人谁会那么多事？曾经不是没给她机会，但她不珍惜，现在一切都太晚了。当我们擦肩而过时，领班直接把她拉到一边训斥：你一个清洁工到前台来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打扫厕所！柳如烟连连点头，这就去。我看着她的背影感慨不已，好好的一个姑娘，真是自作自受。我一点也不同情她，毕竟我曾经也受过伤。从那以后，我依旧一路高升，成为她无法企及的存在。